7月30日，北京天气非常奇特。早晨上班，一场大雨把打工人浇了个透心凉；傍晚下班时，又是一场雨，把众多通勤者困在了地铁站。这场雨不仅困扰了地面，也困扰了空中。例如，从旧金山飞来北京的美国联合航空的 UA888 航班因此备降上海，引发了飞友们热烈的讨论。讨论主要集中在2点：一点是天气不行，他干嘛不早点备降？不能降落，他为什么还要来？中国很多国内航班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及时取消，那他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跨越太平洋飞过来呢？这个问题不难回答，因为机场并没有关闭，没有说不让他落，所以他就来了。航空公司做生意，卖了票之后按时飞行是守信用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应该取消。国内机场确实有减班的做法，也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预先控制总量，各家航司按配额取消，但外航每天只有1-2班，很少会被要求取消。不取消，但是到了地方之后不让落，就只能盘旋等待，等到燃油撑不住的时候，那就只能飞到别处备降，这非常常见。那为什么不关闭机场呢？这个就与安全标准有关了。关闭机场是要达到一定条件的，因为现在的导航技术越来越先进，所以因为天气原因关闭机场的情况已经很罕见。但中国民航非常重视飞行安全，天气不好时要拉间隔，能落下来的飞机变得很少，谁等不及谁就自愿去备降。所以美联航 UA888 按照指令只能在云彩里头盘旋等待。至于说在它之前有一架阿联酋的落地，机型也是波音777-312，几乎一点盘旋等待都没有，这个只能说美国人运气比较差罢了。因为当时备降和取消了一大堆，不能只拿阿联酋来对比。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要去上海备降呢？上海那么远，天津、济南、青岛、烟台一大堆的机场都能降落波音777-312，不比去上海省油省事儿吗？其实还真不见得省油，也不见得省事儿。美联航虽然服务很差，但是还是讲脸面的。它之所以备降上海，一是要做好乘客的服务工作，二是要给自己留后路，也就是便于后续的安排。为了服务乘客，航空公司在航线网络内有的会自建基地，有的预先签约服务公司，以便应对突发情况。如果备降在没有合作伙伴的机场，临时找代理不仅耗时，乘客的吃喝拉撒睡也很难保证质量。经常能够听到半夜备降后四处打电话找酒店的消息，但最终还是会影响公司的品牌形象。与盘旋等待一样，备降之后何时能够再次起飞，通常很难有准确的时间。飞行员和空姐们每天工作时长也有限制，有的航司会规定48小时内最长不能超过16个小时，所以备降时最好选择有备勤机组的城市，不然机组超时后飞机就没人管了。如果真的当地没人怎么办呢？打车几百公里去救航班的事情也时有发生。从北京到上海虽然远，但飞机1个多小时也就飞到了。上海也是美联航的航点，这样落地后原机组休息，换个机组就能在天气好转后将乘客及时运往北京。万一走不掉，酒店也好安排。而如果备降在天津、济南、青岛、烟台这些城市，再度起飞肯定超时，新的机组人员怎么赶来呢？当然，这个是基于美联航在上海有备勤机组的假设。如果没有备勤机组，那就只能原机组睡一觉继续出发，或者从国内送一套新机组过来，成本可就大了。因此，北京距离上海虽然有1100公里之遥，看上去成本高也不环保，但这样做反而是最便宜的解决办法。所以遇到这种特殊情况，确实也非常考验航空公司的能力和智慧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